一听说叶晨和萧初然昨晚不在现场，也一样能够得到赔偿，萧长坤的心里忽然有些酸溜溜的。他感觉自己是冒着生命危险才赚到这10万美金，结果叶晨和女儿不去也能拿一样的钱，就显得自己冒着生命危险的意义等于0。毕竟他好歹也是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心里立刻萌生出一个方程式：假设人在岛上是 x， 承受风险是 y， 那原本 x 加 y 也就是人在岛上并且承受风险了，才等于10万。可现在 x 也等于10万，两个条件代入一下，那 y 的价值就是0。马兰此时也下意识有些不满，对哈尼嘟囔道：我说哈尼呀，你得跟你们老板说说，我们昨天在酒吧差点命都没了，我女儿和女婿昨天都没去酒吧，如果他们能拿到10万美金，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拿到20万才合理？总不能让我们白白承受风险吧？哈尼抱歉地说：不好意思马女士，这件事是我们集团总裁定的，我一个底层小管家，连和总裁说话的机会没有，哪有资格跟他提意见？马兰愤愤不平，那给我们15万也是可以的吧？好歹得给我们加点儿才说得过去。哈尼尴尬不已，赶紧说：马女士，您的意见我会上报给我的主管，但能不能得到认可，我就不敢跟您保证了。说完，他又连忙找借口道：不好意思马女士，我还有其他客人需要通知，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没等马兰开口，哈尼就赶紧转身离开。马兰气呼呼地说：他们这个老板也太不会来事儿了，在现场和不在现场，这怎么能一视同仁呢？萧初然无奈地说：妈，人家能主动给赔偿已经很不错了，你就不要再挑3拣4了。不行，我的那部分赔偿不要了，给你们吧。马兰脸上瞬间乐开了花，嘴上却说：哎呀，初然，妈不是想要你的钱，妈是觉得他们做事不人性化，这不是也想多争取一点利益吗？我记得美国赔偿标准都很高的，在餐厅吃饭摔一跤都能让餐厅赔个180万，还是美元。我跟你爸昨天差点让人杀了，一人赔20万美元也不多。萧初然道：你也说了，美国的赔偿标准高，可是咱们毕竟是在马尔代夫，这里人均 GDP 那么低，10万美元已经很多了，就别再纠结这件事了。马兰赶紧点头笑道：你说的对，妈不纠结了。对了初然，你那10万我跟你爸一人一半，不过回头让他们直接打妈的账户上就行，这样他们也方便。萧长坤愣了愣，想说什么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关于钱的事情，他可不敢跟马兰争抢，毕竟对马兰来说，钱比狗嘴里的骨头还难抢，自己可不敢触他眉头。叶晨见萧长坤表情悻悻，便主动说：爸，那我那一份就打给你吧，你跟妈这次去迪拜了，好好玩玩，别像上次似的。萧长坤惊喜连连：哎呀，好女婿，你不是跟爸开玩笑吧？叶晨笑道：怎么会拿这种事开玩笑？一会我就跟他们说，我和初然的那份赔偿金，就分别打给你和妈。萧长坤开心极了，忍不住上前抱了抱叶晨，感叹道：人说一个女婿半个儿，古人诚不欺我。这时门铃声再次响了起来，萧长坤赶紧又反身回去开门，嘴里念叨：不知道又是谁来了。说着把门打开，见门口站着的竟然是叶晨那个中东的土豪客户。哈米德看着萧长坤，客气地问：萧先生，叶老弟在吗？我刚才去他的别墅按门铃没有人，看见你们的管家说他在您这里。萧长坤点点头：在呢在呢，好女婿，你客户来了。说罢又客气地对哈米德说：先请进吧。哈米德摆摆手：不了不了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叶老弟方便的话，我想单独跟他说点事儿。叶晨此时已经走了过来，笑着说：老哥，找我有什么事？哈米德赶紧道：哎呀，就是风水上的事情，还是有点疑问，想跟老弟你请教一下，你看咱们要不要出去转转？边走边说。行。叶晨爽快地点头答应下来，跟家人打了个招呼，便与哈米德一起走到海滩。
见四下无人，哈米德有些忐忑地说：“老弟，你说我现在回去，会不会遇到危险啊？反对派和叛徒肯定都盯着我呢。”叶晨道：“叛徒还好说，他肯定还没有掌控大局，所以才要等你死了，再跟反对派里应外合。反对派那边肯定还是想把你干掉。回头我让马奎在叙利亚边境等你，让他和他的手下掩护你回去。另外，我也会通知万破军，让他也派人过去护你周全。”哈米德稍稍松了口气，说：“那就太感谢你了，老弟。等我回去之后，就想办法把叛徒揪出来干掉，彻底肃清内部风险。”叶晨点头道：“这段时间尽量不要离开你的驻地，我会让万龙殿安排一些高手过去保护你。另外，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想办法从反对派的内部做文章，拉拢一些反对派里的弱势群体，先从内部分化他们。”哈米德重重点头：“好的，谢谢老弟。”感谢。叶晨问他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”哈米德说：“尽快吧，我想坐今晚的飞机先去贝鲁特，然后穿越边境线回去。”叶晨点点头：“那我就不送老哥了，祝老哥一路顺利。”两人正说着话，一辆高尔夫球车从远处向两人驶来，开车的是伯纳德·埃尔诺的助理，而伯纳德·埃尔诺就坐在副驾驶上。他大老远就一脸殷勤地朝叶晨招手，连声高喊：“叶先生，叶先生，您方便吗？我想跟您说两句话。”叶晨点点头：“过来吧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赶紧让人将电瓶车停在路边，拒绝了助理搀扶的好意。他自己摸着一只拐杖，一瘸一拐地往叶晨和哈米德这边来。叶晨见他每走一步都龇牙咧嘴，便远远冲他伸手做了一个虚空抬起的手势。伯纳德·埃尔诺开始还没搞明白什么意思，可下一刻他就发现自己的残腿竟然一下子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托举，身形一下就轻松许多，而且疼痛感也瞬间消失不见。他心中顿感惊奇，一想到叶晨刚才的手势，便猜出这一定与叶晨有关，心中更是骇然不已。叶晨果然是有大神通的人，昨晚在酒吧里都能召唤天雷，那一幕让他记忆无比深刻。他觉得自己将来就算是得了老年痴呆，也不会忘了那惊天动地的场面。身轻如燕的他来到叶晨身边，立刻满脸恭敬地说：“谢谢叶先生。”叶晨点点头，问他：“埃尔诺先生找我有事？”伯纳德·埃尔诺赶紧说：“主要还是想感谢您昨晚所做的一切，您救了所有人，最后功劳却都算在我一个人头上，实在是受之有愧。”叶晨笑道：“坦诚一点，埃尔诺，我看你脸上藏不住的高兴，一点也没有受之有愧的样子啊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尴尬地讪笑道：“不瞒您说，叶先生，昨天晚上到现在，可能是我这辈子个人声誉的巅峰了。我不敢跟您撒谎，心里确实是很开心的，一切都仰仗您照顾。”叶晨随口道：“也不算照顾你，毕竟你也花了钱了，算是咱俩之间的正常合作。”伯纳德·埃尔诺连忙道：“不，一切还都仰仗叶先生照顾，不然的话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”说罢，他微微一顿，继续说道：“对了，叶先生，法兰西总统想尽快召见我，并对我进行表彰。我先今晚在岛上陪您和家人以及其他华夏客人过了除夕，明天一早就启程回法国。不过两座岛的事情您放心，1周之内我都会解决掉。关于这2座岛，您有什么其他需要我做的，也可以告诉我，我一并处理。”叶晨道：“这样吧，你有事就回去忙你的，等现在这批客人陆续离岛了，你就对外宣布白马岛停业整顿。我打算把这里当成万龙殿的一个海上基地，这里距离斯里兰卡科隆坡比较近，相对方便一些。到时候你出面跟马尔代夫高层打个招呼，就说要对白马岛进行重建。到时候我会让万龙殿带施工人员过来进行改造，绝大多数经苏伊士运河去欧洲的货轮，都要从新加坡走马六甲海峡，途经斯里兰卡，再进入红海，过苏伊士运河。斯里兰卡科隆坡是这条航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，即便船只不在科隆坡停靠，也会从斯里兰卡南部经过。
虽然距离马尔代夫白马岛还有小几百公里路程，但相比之下也算是方便了。叶晨打算把白马岛改造一下，驻扎一批万龙殿士兵，配备类似马奎等人乘坐的大马力快艇，以及中型水上飞机，航线上一旦有任何问题，就能快速支援。而且马尔代夫军力薄弱，也没能力覆盖到这一带海域。伯纳德·埃尔诺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叶先生放心，我会出面解决一切，让万龙殿可以放心在这里施工。”